后来我就走到江总书记面前，我说：“这名同志啊，你这几年的工作做得不错嘛，要继续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啊！”这个男人是唯一一个因为太像毛主席而让主席女儿李讷痛哭流涕喊爸爸的特型演员。他是叶帅钦点的毛主席专业户，一生从未接过任何广告。为了鼓舞士气，他刻意扮成伟人的样子奔赴前线，一句“党和人民需要你们”，成为那个时代无可替代的强心剂。在没被发现之前，古月就是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人能想到一次普通的火车出行会彻底改写他的人生。那会儿他还在昆明军区文化部任职，坐火车出差，对面坐着个陌生乘客，眼神就没离开过他，直勾勾的看了一路，看得古月都有点不自在。换作是你被人这么盯着看，指定也得问一句吧。古月也是这么做的。那乘客没直接回答，就说了一句：“你长得太像一个人了。”说完就弯腰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幅画，正是毛主席去安源。古月凑过去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一路他没再说话，心里翻江倒海。他从小就是孤儿，1949年底孤儿院解散，他被领养过2次，都没待长久，最后是悄悄跟着解放军文工团，才终于有了归宿。在他心里，毛主席和解放军就是他的再生父母，是给他活下去希望的人。火车一到站，古月没先去办事儿，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揣在怀里就往家赶。回到家，他把画像贴在镜子旁边，搬个小板凳坐着，一边看画像，一边对着镜子调整发型，把头发梳成中分，学着画里毛主席掐着腰的姿势，一站就是半天。古月这时候也没想到，一张相似的脸会让他和伟人结下一辈子的缘分。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为了铭记历史，让后人永远记住伟人的模样，国家决定挑选特型演员，专门饰演毛主席。消息传出去后，全国各地有30多个候选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外形相似，竞争特别激烈。而这次挑选的负责人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一眼就看中了古月，不是因为他会演戏，恰恰相反，那会儿的古月从来没演过戏，一辈子都在搞文艺工作，连镜头都没面对过。叶帅选他，就是因为他那份天然的形似。于是古月进入了81制片厂，正式成为一名特型演员。第一部戏就是西安事变，这也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可谁也没想到，开局就拉胯了。他外形是像，可一站到镜头前就浑身僵硬，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毛主席那种运筹帷幄、胸怀天下的气势。那时候的胶卷特别昂贵，可古月一次次 NG， 浪费了大量胶卷。导演程荫直接就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他：“这张脸怎么长在你身上呢？”而中央领导杨尚昆同志看完他的样片后，也直截了当说了一句：“演得像个当兵的，没有毛主席的格局和气场。”这些话像一盆冷水，直接浇在了古月头上。他没有反驳，也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不是在演一个普通角色，他演的是亿万中国人心中的伟人，不能有半点马虎。为了更贴近毛主席的形象，古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外形。毛主席的前额饱满光滑，可他的前额有不少碎发。为了去掉这些碎发，他找来镊子一根根往下拔。刚开始拔的时候疼得他直咧嘴，拔完之后前额红肿流血，碰都不能碰，可他从来没喊过一声苦。就这样，他坚持了很多年，才有了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模样。他是湖北人，说话带着湖北口音，可毛主席说的是湖南韶山话。为了学好韶山话，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跟着纪录片里的毛主席原声一字一句的模仿，对着镜子练口型、练语气，有时候练到话都说不出来，也只是喝口水继续练。还有毛主席的草书，苍劲有力，气势磅礴。为了在镜头里能真实呈现毛主席写字的场景，古月买来大量宣纸，每天练习草书，从临摹到熟练，一练就是好几年。所以我们在开国大典、重庆谈判这些电影里看到毛主席写字的镜头，全都是古月真写的，没有一点替身。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开国大典上映，当古月饰演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话筒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世界都为之一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当时好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着银幕上的他都看呆了，甚至有人揉着眼睛不敢相信，说这哪里是电影，分明就是当年彩色纪录片的修复版。也就是这部戏让古月彻底站稳了脚跟，也让他真正读懂了伟人2字的重量。
后来主席的女儿李讷看到他演的毛主席，当场就红了眼眶，忍不住痛哭流涕地喊了一声爸爸。这份认可比任何奖项都珍贵。成名之后，古月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广告商踏破门槛来找他，开出的价钱一个比一个高，说只要他露个脸，说句广告词，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可古月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全部拒绝了。他知道这张脸不是他自己的，是属于伟人的，是属于亿万老百姓的，不能用来赚钱，不能玷污了伟人的形象。但最让人敬佩的还是1986年老山前线那一趟。那会儿老山战场条件特别艰苦，越军占据地利，我军阵地几乎都在敌炮火覆盖之下，山间全是地雷，还有3个蚊子一盘菜，2只老鼠一麻袋的恶劣环境。战士们常年泡在泥泞里作战，思念家乡，更思念伟人。古月听说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到了前线，他穿着和战士们一样的军装，扮成毛主席的模样，挨个给战士们点烟，握着他们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党和人民需要你们。”就这一句话，让多少战士红了眼眶，浑身充满了力量。古月这辈子有一个执念，就是要演满100次毛主席。从1981年进入81制片厂到2005年，27年时间里，他一共演了84次毛主席，距离100次的目标就差16次。他还曾说过，演主席是他终身的任务，他最想演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年毛主席形象，包括那段不能空白的历史要对后代负责。甚至在他去世前，还惦记着电视剧《邓小平》里自己饰演的老年毛主席，那是专家们评价他演得最好的一次。可他终究没能看到这部戏播出。可是2005年，古月突发心肌梗塞，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66岁。他到最后都没能完成自己的约定，没能演满100次毛主席。有人说古月只是演毛主席的演员，可在我看来，他不是在演，他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去靠近伟人，诠释伟人。